Hello，欢迎光临星空咖啡馆。在这片星空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星辰。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追随他人的足迹，而在于开辟专属于自己的璀璨星河。所以真正的快乐并不是依靠模仿他人的光芒，而是要找到并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因此，首先请先了解真正的自己。通过清晰地去认识自己的兴趣、价值观和信念，这些核心元素构成了我们独特的个性，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做出更符合自己内心的选择，从而指引快乐的方向。俗话说，自己才是最了解自己的那个人。在网上也已经有很多相关的内容了，而且做起来也不复杂。但就如同之前我们所说的关于成为独一无二的你的主题一样，你不能单纯照抄着去学习，而是需要在过程中融合对自己的理解，逐渐形成一套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建议大家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一般来说，普遍采用的是以自我反省、自我对话的形式。更高级的还可以加入比如写日记、冥想和思维锻炼等形式。通过这些方式，我们既可以深入了解自己的内心，还可以识别出真正驱动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动力和愿望。接下来我简单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方法，供大家参考。我将整个阶段分成了3个步骤。第一步，与内在的自我对话。选择一个适合独处的时刻和空间，比如可以是深夜在自己的房间，又或者是入睡前的冥想时候，也可以是面朝大海的安静的酒店阳台，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观察自己，并与内在的自己进行对话和聊天。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内在的自己并不是直接创造一个虚拟的谈话对象，也不是另一个人格的自己，而是与深层次潜意识中的自己建立连接。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自己的正面特质进行盘点，比如说，眼前的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善良、温柔、脾气好的人。他的颜值还不错，可以打7分，因为平时有健身和运动，身材保持得不错，身体也很健康，平时情绪稳定，很少和别人吵架。在学业方面，虽然不是学霸，但也是中上，可以继续保持。梦想的大学是什么？有哪些兴趣爱好？有哪些天赋呢？等等。在这个时候，请不要吝惜地去赞美自己，因为这些都是属于自己自信的来源。而对自己局限性的审视，也同样要毫不留情。这个人的脾气似乎有点不好，平时喜欢钻牛角尖，嘴上刻薄，但还好内心其实也算是温柔的。上次体检的结果似乎不太好，而且最近肚腩好像也明显了很多，需要多增加一些平时的运动量了。他完全没有什么画画的天赋，五音也不全，审美也不咋样。不过审美是可以自我学习和提高的，有空的时候得进行一些这方面的练习了，等等。当然以上这些都只是举例。有人会说，
我已经绞尽脑汁了，也试了很多次了。缺点倒是盘点了不少，但也想不出来自己有什么优点，或者审视出来的结果并不多。那请直接增加一条需改进事项：平时要多看看书，多学习，多接触新的东西，然后再定期的重新进行审视。越是需要充分挖掘自己，越是考验自己的视野和接触面。有必要的时候，建议也可以进行付费指导的专业学习，毕竟花钱投资自己绝对是稳赚不亏的。第二步，广泛征集多维度的评价。这一步就比较简单了，像身边的朋友、亲人、伴侣、同事，甚至是对手、自己不喜欢的人、讨厌自己的人，去收集他们对自己的各种看法和评价，并如实的记录下来。而当你花了足够多的时间，并取得了足够的信息之后，那最后一步就是自我整合、分析和觉察。将收集到的所有信息进行系统整理，你就能得到一份自我认知报告。你可以从中发现和看出哪些优势能让自己更开心、更快乐，或者更投入。而在劣势方面，哪些是自己真正的阻碍，敢不敢去面对，要如何做相应的调整，甚至可以选择去学会如何放下。而且通过仔细分析其中的关联性，将优点进行整合融合，看看可以衍生出什么新的发展方向，或者是自己之前都没有注意到的那个部分等等。至于这份报告还有什么其他用处，能怎么来详细运用，又或者说具体能对自己产生多大的帮助，就如同刚才所说的，这取决于你自己的视野和阅历了。相信能做到这一步，不管你做了多少，你肯定已经有了新的收获，也对自己有了新的认知。而且对自我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像上述对自己的3步审视行为，也并不是只进行简单的几次或者10次、20次，而是需要很多次、很多回合的反复验证，需要定期复盘、持续更新，看看自己哪些地方变好了，而哪些地方反而变得更差了，是不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等等。尤其是第一步，这一步将会花费不少时间，同时也是我个人认为非常难，而且是最具挑战性的一步。因为这些正面和负面特质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有一部分是自我过于高估的，比如因为自己过于自恋而对自己的过分肯定；有一部分是被自我低估的，比如因为自卑而对自己过分的否定；还有一部分是别人对自己的片面看法，甚至还有一部分是自我虚拟和伪造出来的。这必然会考验你对自己是否足够客观，是否足够诚实，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分享的内容。你了解自己吗？关于这个问题，根据一项针对心理健康和自我认知的大规模调查显示，约 81% 的人认为自己了解自己。然而，一项关于能否准确识别自己心理问题的研究显示，实际上每5个人之中就有1个人存在明显的自我认知障碍。另一项关于自我诊断准确性的研究显示，约 23% 的参与者其自我判断与专业评估结果不符。而在关于认知偏差的一项研究中，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能力较差的人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表现，而真正能力出众的人反而倾向于低估自己。可以看出，虽然大多数人约 75%到80% 的人认为自己了解自己，但实际研究表明，
真正准确认识自己的比例要低得多，可能只有60%到70%左右。这种差异主要源于认知偏差、自我评估能力的局限性以及对自身问题的误判。这些研究结果提醒我们，真正的自我认知需要持续的反思和客观的外部反馈。单纯依靠主观判断可能会产生不小的偏差。所以，你能对自己足够客观吗？当你在审视自己的时候，比如说你有多少把握可以认定自己真的就是一个符合大众审美的帅哥或者美女，或者是你敢直接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双标的人吗？你敢直接面对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喜欢说谎、满嘴跑火车的人吗？甚至你敢承认自己确实存在着各种意义上的人格缺陷吗？对此我只能说，可以不要求自己去承认什么，也并不需要强求自己一定要去改变什么。只不过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各种缺点和不足，甚至是内心深处那些不愿承认的阴暗面，这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件示弱的事情。只要勇敢面对真实的自己，在未来你有足够的时间不断地去调整、完善和蜕变，终将塑造出那个心中期许的更好的自己。而同样的，你可以对自己不诚实，但自我认知的深度也将直接决定了我们是否具备真实快乐的能力。而且我们能获得的快乐上限也只取决于自己的行为和选择，因为保持诚实是看见自己的唯一方法。要做到诚实，你需要尽可能的去区分事实与主观评价，能辨识自我夸大与自我否定，敢去承认真实的优缺点。但我相信，关于诚实，并不需要我去做过多的解释和说明，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社会，作为为数不多完全正面的其中一项人性美德，保持诚实除了能建立良好的口碑和信誉，获得社会和他人的信任和尊重，更多的是能培养健康的内心，并保持平静，无需承担说谎的压力。但为了追求极致的利益，显然诚实这个词怕不是已经从很多人的字典中被抹去了。因此，请珍视和珍惜诚实这个身为人最宝贵的品质。当然，诚实并不等于无理，它需要委婉，而且也不能伤害他人。因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善意的谎言仍然是必须的权宜之计，但不代表可以随意使用。这需要你有足够的智慧和辩证的分析能力。在这个时代，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比如营销，往往只展示了光鲜的一面，而推荐的文章倾向于夸大和美化，甚至许多观点都打着主观评价的幌子进行过度诱导，同时掩盖问题。所以，客观就是当你看到一张图片，无论它有多好看，你都能识别加了多少滤镜，调整了多少饱和，磨皮了多少美颜，凹进了多少角度。要有能力去尽可能还原真实的场景。当你看到一个介绍，无论你有多高的兴趣，你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去判断含了多少水分，哪些信息是被夸大的，而哪些又是被隐藏的。当你看到一个推荐，无论你有多么心动，你都能冷静地进行思考和判断，清楚地知道个人需求匹配度，它是否真的适合自己。而诚实就是可以从美的角度进行适度修饰，但不夸大表现；可以从中立的角度合理展开描述，但不虚假捏造。我想说，我们可以傻憨憨，但不能蠢萌萌。请务必充实自己，
让自己身上常驻智慧、客观和诚实这3种 buff， 这样就能拥有一定的辩证分析能力，从而能够让自己尽可能的远离各种欺骗和诈骗，才能拥有随时常伴于心的安心和快乐。总的来说，在认识和了解真正的自己的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关键词就是客观和诚实。当你对自己和他人都可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和诚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能看清并放下很多的烦恼，并从而开始收获一些新的快乐体验了。这些听起来也许很抽象，而且很多朋友也会说，道理我都懂，但就是做不到啊。是的，追寻快乐的道理很简单，但道路并不简单，这必然也不会是朝夕之事。改变习惯和调整心态总是需要时间的。不过，不管你用了什么方法，不管你做了多少，只要行动起来，那快乐就在你能看见的远方，一路上你也必定会有所收获。愿你的咖啡永远温暖，愿你的快乐永远真实。